2020年中旬，特斯拉、小鹏、蔚来、理想一路高歌猛进，各路新的财务投资者和主机厂资本为产业链上的创新持续下注。去年很多电池公司也相应起飞，而今年也终于到了激光雷达从测绘市场迈向量产的拐点之年。那为什么2021年的自动驾驶圈很多做激光雷达的公司也动不动也有100亿市值呢？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期视频我们就带这个问题看一下当年谷歌研发自动驾驶的一些趣事儿。美国的自动驾驶圈都比较公认911事件绝对算是自动驾驶发展的一个契机。2001年9月11日，2架被劫持了的民航飞机分别撞向了美国纽约世贸中心1号楼和2号楼，接着另一架被劫持的客机撞向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在认定这是阿富汗恐怖分子的袭击后美国发动了针对中东地区的阿富汗战争。而阿富汗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因为历史原因，这个国家的地雷相当多。在美国去之前这个国家底下就埋着上百万颗地雷，国内地图上得有1半的地方都不能去直到现在每月也要炸死100多人。国际红十字也测算过，哪怕用上全部的排雷工作人员把这些地雷排除，也需要4300年。所以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经常开车经过一些公路撞到地雷，伤亡惨重，基本是走2步就炸一下，这让美国国防部相当的头疼与懵逼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坐不住了，这得赶紧研发自动驾驶然后开始赶紧联系大学。在这个领域，当时主要是卡内基梅隆的惠特克和他的学生们技术沉淀多一些。惠特克也是个神人基本也算是机器人领域的祖师爷一样的人物。那为啥找他呢？1979年他曾为了美国一个核泄漏事故做过一些远程操控的机器人，但问题是远程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汽车差的还是有点多另外惠特克和他的学生还得给 NASA 干活呢，做新课题精力也少。在非常时刻怎么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呢？美国国防部决定，那我们就举办一个无人驾驶比赛吧。表面上是无人驾驶越野赛，实则研发军用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多找点大学参加，第1名奖金100万美金。惠特克一看，这行他赶紧通知自己的学生说，别搞 NASA 的太空机器人了，整这个越野赛新项目吧。惠特克绝对是个心狠的老板，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想建造金字塔，就必须要有奴隶，也就是指他带的学生而这个项目里那个奴隶学生就是克里斯·厄姆森。厄姆森后来也成了谷歌自动驾驶项目的 CTO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厄姆森是一个耐心细致并且非常能吃苦的学生。另外因为厄姆森老婆刚怀孕，这也让他啥都不想，一心只想搞钱。他全心全意投入到无人驾驶汽车比赛中，他的导师更是给他配了一个30人的团队，但是一上来也得有辆车于是经过讨价还价，他们花了1万吧，从一个农民手里买了一辆开了17年的2手悍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已经被时间摧残的柴油车改装成一个自动驾驶机器人。厄姆森一周工作7天，一天16个小时，最忙的时候甚至连续40个小时没合眼，靠红牛和垃圾食品硬撑，顾不上照顾怀孕生产的妻子和孩子，连博士论文答辩都推迟了。不得不说，惠特克也真的很有领导天赋，他让团队觉得自己是为理想，是为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大兵的安全而奋斗。当2手悍马大改造企划进行到一半时，谷歌竟然出面赞助了，鼓励大家积极实践自己的想法。很多人也都问谷歌，当初一个做搜索引擎的为什么那么早进入自动驾驶这个赛道呢？因为拉里佩奇的父母都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的本科也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的。这所学校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汽车人才，给佩奇埋下过搞汽车的种子。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差点就写自动驾驶汽车方向了，是他的导师建议他选择搜索方向。有了赞助，后面还有奖金，整个团队更加燃了。比赛前1个月，甚至团队都睡在仓库的地板上，这都不是996了，已经妥妥007了。其中大量时间团队都在绘制协助定位的地图。这场国防部的比赛除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队伍，还有其他10几家强劲对手参加，包括老牌卡车制造商奥什科什。因为这个比赛还是要包装一下，人家也要显得战乎一些，所以也允许了很多业余的团队参加。比如战斗机器人中获奖的小队。战斗机器人是当年美国一个机器人格斗综艺，这种综艺类似14年后在我们国内爽子姐参加的《这就是铁甲》，
里面的名场面估计好多人都看过。话说爽子姐还是在这档节目认识了张衡。马上就要验收11个月的劳动成果了，自动驾驶的悍马怎么去判断前面的障碍物呢？厄姆森使用了雷达，激光雷达和声音雷达都用了。比赛当天大家都非常激动，现场到了一堆全国各地的主流媒体。然而很快刚跑了12千米，悍马就掉坑里了。但是惠特克的小队并没有惨败，因为这场比赛所有的队伍都失败了，大家全是倒数第一。因为比赛规定是看谁先跑240千米，这个时刻真正社死的其实是美国国防部。为了挽回颜面，相关工作人员面对赛场的记者当场宣布，下一年还将举行第2次比赛，这次的奖金加倍200万美金。实际呢，当时他们面对比赛路况基本也算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了，只投入了那么点研发费用，能跑12千米，确实也很不错了。为了再次参加比赛，惠特克决定白嫖一辆新的悍马车。于是他带着厄姆森去悍马公司总部，给悍马高管展示他们这辆可以自动驾驶的旧车。因为这次他们为了炫技，把障碍又设置了很多，车子最后直接撞到悍马公司的办公楼上了。虽然那个破车也没啥事儿，但惠特克觉得他们完了，白嫖肯定失败了。哪知道悍马高管脑回路清奇，表示我们造车就是为了超越极限的，你这也算给我们的安全性打广告了。所以你们不仅可以白嫖悍马，而且还可以白嫖2辆。在第2次这个200万美金的比赛中，又多了一个很强的团队，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塞巴斯蒂安·特伦。特伦后来成为了谷歌 X 实验室的创始人。特伦的专长是计算机，所以和做机器人出身的厄姆森团队有着不同的基因。厄姆森始终将自动驾驶的重点放在机械上，对周围环境的判断爬坡的马力转动的方向盘等等。特伦决定把全部精力放在人工智能上，让汽车变得更智能，像人一样可以用眼睛看到障碍物，用脑子分辨障碍物是什么，然后选择应对措施。特伦用做软件的方法做自动驾驶汽车，当汽车接入计算机后，他们的团队的任务就变成了测试、改代码、继续测试、继续改代码，还会人工驾驶汽车，让人工智能跟着学习人类面对各种路况的反应。很快，特伦团队的汽车已经可以顺利自动行驶，在测试跑道上跑好几圈了。在第2次比赛中，厄姆森和特伦都跑完了全程，但因为研发是有人工智能的加成，特伦团队的车快了整整11分钟。但对自动驾驶汽车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意义是在极其复杂的地形中跑完了全程的车有5辆，自动驾驶从想象彻底变成了可以预见的未来。而特伦也因获得这次冠军一战成名，在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邀请下，他去谷歌负责街景地图项目。过去的街景地图其实也算是如今高精度地图的必经之路。高精度地图和自动驾驶关系非常密切。现在一些智能汽车在道路几何描述上，从精度和细腻度上都是比传统导航地图提高了不止1个量级了，已经从街道级别做到车道级别了。不过当谷歌开始做地图时，微软的盖茨也找到了毕业于武大测绘学院的陶闯博士，负责街景项目的研发。陶闯博士也是我的师兄回国后接手了 PPTV， 拿了孙正义的投资。几年前我们见时，他正在做互联网相关的投资，后来再次躬身入局，去自动驾驶赛道创业了。回到我们的主线，卡内基梅隆厄姆森第2次比赛失败后，还在继续优化自动驾驶的各类问题。因为美国国防部再接再厉，还举办了第3次比赛。这次比赛和前2次不一样了，不在特定场地、沙漠或者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这次比赛要求参赛者操控自己设计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城市里行驶，完成一条特定路线。而这一次的奖金不是只有第1名能拿到，会根据其他团队的表现，挑出优秀的团队，分别给100万美金的奖励。第3次竞赛，斯坦福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行政部门开始下场了。这次的城市挑战赛不再是某个团队之间的竞争，而是大学科研中心之间的竞争。城市挑战赛如火如荼，大家都在备战，希望能靠参赛搞到钱。但此时有一个人却利用这场比赛赚了不少钱，他就是戴夫·霍尔，是 Velodyne 的创始人。最早 Velodyne 是在硅谷卖音响起家的，因为硅谷有一段时期最酷的公司就是音响公司，国内很多70后互联网大佬喜欢收藏音响，不知跟那段历史有没有关系。戴夫·霍尔在这次比赛中做了什么呢？他找了个天才销售员，给各个参赛队兜售他的激光雷达。后来 Velodyne 索性成为了激光雷达公司。功夫不负苦心人，这次厄姆森团队终于赢得了第1名，3年心血终出成果。
整个行驶过程近乎于完美，3次DARPA自动驾驶挑战赛孕育了无数今后在自动驾驶领域大放异彩的科学家，也激发了以雷达为主的传感器行业的创业热情，一个时代拉开了帷幕。如今研究自动驾驶感知方向的大体分2类，一个是特斯拉为代表的，不使用激光雷达，主要用摄像头模仿人类。摄像头就是眼睛，靠智能计算算出来车周围的环境，比如前面行人离车有多远，100处的交通路口是红灯还是绿灯。马斯克偏执狂的特点在这上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超强算力的加持下，这种方式确实简单高效，但是很可惜当下人类依然没能研究出可以媲美我们人类大脑视觉系统的超级智能机器人。另一个方向则是在视觉为主的传感器基础上搭载激光雷达，解决基于视觉的自动驾驶架构的失效场景，提高系统的安全冗余性和场景覆盖率。相比视觉系统，激光雷达可以提供更好的 3D 扫描和识别能力，比如东北大雪天里大白车和沥青路面同样颜色的小石子，激光雷达都能很好的识别。尤其是遇雪天气光线不足的时候，激光雷达都能为我们的安全提供再多一层保障。再比如对高速运动物体的识别也是激光雷达的优势。其实激光雷达不算是神秘高精尖的技术，除了智能驾驶，智能工厂与园区里的机器人也都能用。车规级雷达的关键是如何在供应链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化量产，这个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比如深圳的揽沃科技也是大疆内部孵化的公司，他们做传感器供应链跟大疆共享一个体系，优势就很明显，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竞争力的。而大疆揽沃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已经在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建立优势的小鹏汽车。从目前的信息看，小鹏的全新产品将在本月亮相，若10月前没有新的车企发布量产，小鹏汽车全新产品就会是率先搭载激光雷达的量产智能汽车，到时也会给雷达市场带一波热度。激光雷达的应用将意味着小鹏的 XPilot 系统将升级为 3.5 系统，并解锁更多的自动驾驶辅助场景，比如城市 NGP 功能。之前的高速 NGP 主要是在城市快速路段使用的，在可以用的路段会提示你是否切换，切换了就开始限速跑，能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超越慢车，自动限速调节。但你要用这个功能呢，也得参加他们线上的类似考试的一个说明。而城市的 NGP 则是在城市道路场景实现类似的功能。虽然 NGP 还算不上是无人驾驶，但是 XPilot 3.5 在激光雷达的加持下，将在更多的场景进一步解放驾驶员的精力，使得出行变得更便捷、更安全。出于安全考虑激光雷达也会成为中高端汽车的标配。接下来激光雷达每年也会迎来40%以上的高速增长，其上游企业也肯定会出现新的上市公司。从2003年到现在，从只能踉踉跄跄在沙地上行走12千米，到现在可以提前至少250米探测到前方的障碍，自动驾驶走了很远的路。虽然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还需要时间，但阶段性成果也显而易见。面对广阔的市场，中国造车新势力也将更加精彩。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